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7月1号，星期二，7月的第一天，2025年下半年的第一天，对不对？看我在哪儿？我在札幌。我现在这个地方是2020年东京马拉松5公里的纪念标识牌呢？按地图上来说，应该是差不多这个地方，确实是没找着。再看看啊。真的按地图上说应该就是这儿，地下也没有油漆的标，不知道。我前面这一片就是叫中岛公园，在中岛公园绕一圈我就回去。今天身体还是没缓过来，前天是比赛日，昨天我都没跑步，这种事情是很不常见的。我甚至神户马拉松那么拼，最后第二天都正常轻松跑，但是昨天实在是不行了。看看啊，这是札幌的什么公园花园，夏季公园花园，6月22号到8月31号，啤酒烤肉。来到亮地给大家看个东西，来给大家看个袜子先。看我这色儿搭不搭？这是长筒版的，这就前两天我说那个叫境界。它这个的广告语好像是为了跑者和跑鞋设计的袜子，就是它有好多颜色，都是专门为了市面上比较流行的跑鞋的。我这个不是为了这惊叹3T 的，应该是为了 Alpha Fly 那个绿色的。它这个好处是，你看这个脚踝内侧外侧这儿都有这个加厚的这一块。冬天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，在北京冬天跑步，有时候你跑累了以后，你有可能会这样一下，会踢一下。我有一年冬天我把这儿给踢裂了，后来在北京冬天我跑步，我都在脚踝内侧贴上胶布，那次直接把肉踢裂了，太冷了，北京的冬天又冷又干。这个现在在哔哩哔哩这边的链接点下去淘宝，然后你跟客服说黑影3个字啊，黑影儿，简体中文，你跟客服说黑影有那个满100减10的券，这个只有咱们这儿有，只有7月1号到15号之间，就是今天是第一天，好吗？那广告时间过，咱们进中岛公园看一看。这次是少有的几次可以咱们频道拿到优惠。如果您要是觉得找客服报暗号麻烦，然后您去那个某书那边直接就是优惠价，就是原价是一样的，就是那边直接买就跟这边拿了券是一样的，都可以。某书那边也叫黑影 TV 咱们的频道。看看这公园里，这是我第一次来札幌。这2年在这边喝这边的工业啤酒，我跟家属都认为Sapporo 是就我们认为最好喝的，然后第2名应该是麒麟和朝日并列。像今天这么出来，我带着手机，带着 Apple Watch， 或者其实不带手机 Apple Watch 蜂窝网络也行，就是至少看一个地图，知道自己在哪儿。因为有时候其实不是怕找不到跑步的地儿，你在路上都能跑，关键是怕找不回去。像这时候就体现出像 Apple Watch 这种有蜂窝数据，或者是你不用提前去下载，提前去弄路线这种的方便了，你打开就能看见。所以今天早上起来起得不早，我想的是我把离线地图全弄好的话，不管是佳明还是高驰，我就不如直接 Apple Watch 出来，而且带着 Apple Watch 听这 AirPods 也比较的安全，在这儿比较舒适，不能说安全，对。
那安全还是骨传导最安全，比较舒适。像这比赛这次没想到这么艰难，但是呢，这次给我奠定了一个信心，就是这么艰难的比赛，就当时是那个身体感觉，我都能顶下来。那基本上应该就没有顶不下来的东西，这是我的收获。因为有时候我经常看到有人说跑崩了，其实我也跑崩过，但是我的分析是，我那时候其实跑崩一方面是身体的能力问题，还有一方面就是没有吃过这么多苦，不知道顶下来是什么感觉。就这种，就是你做了一次就有第二次，就能有第二次。我不是劝大家都特冒进，我也没有冒进，我比赛倒没有很极限，就是累。一是可能身体状态当时不太好，这是次要的，我觉得主要的是天气和赛道。大家等着看正片吧，就知道那个赛道最后多虐了，还有各种折返。在那天气下，主要是当然也是我的问题，就是我不太适合温度高的比赛。有的人说20多度已经比我们这儿凉快多了，因为那天赛场上碰见了2位从香港来的观众，就说凉快多了。那确实是每个人适应的东西不一样。对我来说，我说他怎么没拐进去呢？这不让进。对我来说，那个就挺高了。就这种高强度比赛之后，你就别硬撑了。你看昨天我就没跑步，因为昨天这2条腿每一块都是疼的，因为在前天那个强度下，基本上就是每一步都是用尽全力的。这种感觉跑步的小伙伴应该能理解，就是你跑得特顺的马拉松，条件特好的马拉松，比方说像今年跑大阪这种，或者像去年那种娱乐赛去奈良啊、台北这些，最后还能冲刺呢。那2场是因为跑得慢，大阪那个不慢，但是大阪到最后我也没那感觉，我觉得每一步都还有余力，就是你没有特别较劲，你就能实现那个状态。而这一次不行，这一次大概从17公里左右开始，就基本上觉得每一步我都使劲儿了，就这种感觉，每一步都使劲儿了，这感觉。我当时就想，这还20多公里呢，怎么弄啊？但是这种事儿就是你到最后你发现，我看我前后的人都不行了，我最后是全场第34名，还可以了，就几乎前后看不到人，就是特别远，都是几十米一个人。我看到他们上坡的时候比我掉的还厉害，我看到他们就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行呢？就是你看到他们下坡的时候不敢下了，就像我去年的大阪马拉松，我跟大家分享最后那几公里有一小坡，我不敢下了，放慢了，怕抽筋儿。那时候我看我前后的人，就至少是我前面的人，还有听后边人的脚步声，下坡不敢下了。我还行，我下坡还能加速。我当时就想，我应该就是体力没了，但是肌肉还行。但是呢，肌肉为了体力代偿了，导致就觉得整个人特别不好。而这次我们又安排了赛后出来玩，也不能太就躺2天呀，所以就休息了。就赛场上好多这种奇妙的经历，不一样的。然后就是大家看比赛的节目吧，这次比赛的节目应该比之前的都长，因为我跟家属交换电池了，Insight 360 Go 3那个外挂的磁吸电池，
他帮我中间冲了一次，这样的话呢，我就把最后，因为知道最后是那个海上的高架桥，我觉得特有意义，我就那儿拍了好多，而且特别艰难的时候，我跟家属说，我说咱们不剪了吧，那块儿就尽量保留。所以带大家看看就比较有名的、比较难的马拉松，因为主要是热，这几年气候好像比前几年的韩国马拉松平均高了差不多4、5度。就像去年我去那个佐吕间湖，那也是，它之所以每年定成那个时间办，就说明那个时间气候可以。他要是创办这比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天气就30多度，他是不会在那个时候办的，对吧？那我慢慢往回跑了，带大家看看札幌的街景，4公里，跑回去6公里。一般像这种强度、这个距离的这种轻松跑，是我赛后第2天，就昨天应该这么干的。哦，小伙伴们看，不知不觉来到了这儿，看李小璐3，然后这儿是2，这是一整条这样的商店街，有顶棚的。像这种外出旅行，再加上比赛之后这种轻松跑，我就基本上都不停表。哦，这一片感觉商业就很繁华了，都是各种店。看，就这一片，昨天晚饭完傍晚天没黑之前我们来了这儿，晚上的时候比现在感觉温馨的多，有生活气息。这长椅上坐的都是人，然后在那儿啃老玉米喝啤酒。这就是那个塔，现在早晨6点44，这塔应该是能上去的，但是不上去了吧。哦，看这乌鸦追这位大叔，哈哈，大叔怕乌鸦，看没？哎，绿灯走。哎呀，这就是生活呀！你说他早上赶着去上班，我就想起，就上周的会员视频跟大家聊，刚工作的时候真的挺忙挺累的，也总熬夜。看这儿 ，Sapporo， 它这正好这个塔在这一条中间，看这是一整条。昨天我们就在那儿，那是一个喷水池，那一圈儿。右前方那个建筑，老有人跟门口合影，我还不知道是什么，我没看地图，我们去看看门口有没有招牌。这个叫札幌市石祭台，内有博物馆的著名钟楼，那这就跟北京那钟楼跟鼓楼差不多呗，可不也是？你想，这可能几十年前，最多100年前，对不对？你说人们不是每个人都有手表的时候，你说这几点就得有一专门的地儿敲钟，就这儿，这是一个摄影点儿，上去看看啊，可以啊。哎，7月1号星期二清晨6点52，轻松跑了6公里。2025年下半年的第1天，我们的正片的节目争取在明天，最晚在后天就会上，因为这2天在外，笔记本电脑屏幕小，而且没有我那电脑快，剪的会相对慢一些。你看我外出参赛节目上的就会稍微慢一些，但是我们会抓紧的。明天早晨回大阪，又要开始忙碌的工作生活了。今天和明天的上午是假期的最后2天，那就这么着。最后还是在札幌的街头，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